消费纠纷到处有，花钱根本找气受。牙齿美白中心发生新闻上了社会版，整个查封了。那我老婆才用2次而已，还有4次没用到。那后续的理赔问题，破产的过程当中无法进行个别理赔，所以就拿不到钱啊。这次的车子超棒，交给我就对了。然后我们一到了现场之后，车子出现了，椅子就是会奇奇怪怪的。一个是夜店，一个是阿公店，那个差很多哎。这个讲好了，这个图文不符，但太这不能讲啊。哪一个？告诉我谁？差太多了，差太大了。刚说出来这个。网络购物被糊弄，阿西反击变英雄。想要买那个漂亮的容蜡灯，买回来之后，电压不对，插口也不对，插头也不对，我就一直写信给他，一直写信给他，一直写信给他，然后他终于回信给我了之后，后来我再回去找，也是算报仇了，你也算是1号人物啊。你说我把他弄到他疯掉，对不对？什么叫了？什么？欢迎收看《女王大人。陈哥，晚安。陈哥出事了，陈哥出事了！什么出事？还初6哎，出事！是我表弟出事了。这怎么了？哦，我表弟想趁着端午连假带女友去釜山旅行，但端午连假的机加酒常常一票难求。是啊，我表弟是透过哥们推荐的旅行社，帮他从机票、饭店到餐厅一条龙的搞定。表弟和女友到机场报到的时候，发现，原本订的是豪金舱哦，结果居然是经济舱的最后一排，更惨的是，就连要求婚的高档餐厅也完全没有定位记录。我的天哪，他们是趁兴而去，败兴而归。没错。哦，把旅行社名字说出来，这个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这样公器私用好吗？怎么了？啊？怎么了？你家的事又不是第一次麻烦我们了啊？再讲多讲一个什么关系？这表弟来。来，现在消费越来越方便，网购一滑就下单，餐厅随时订，甚至跨国消费也很平常你不聊了是吧？但消费风险其实是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就会踩雷哦。今天呢，我们呢就找到了我们社会演艺圈的苦主，到底这些纠纷有多闷多委屈？欢迎他们出场。介绍第一位，首先欢迎陈永康，永康哥。哇呀，好久不见！欢迎陈子熙，新娘子，新娘子。欢迎阿西。哦，快结婚了，快结婚了。耶！欢迎林允倩。欢迎我们的律师尤杰耶。哇呀，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欢迎。这种他难得来，对不对？然后曾志熙结了婚，度完蜜月，你看。就马上就回来了，对不对？度完蜜月了吗？还没度蜜月吧？还没度啊，还没度啊。所以我现在赚钱再去度。你们这次婚礼不是赚不少吗？等一下，我觉得你去了一趟加拿大，你现在一直讲真话你怎么了？你经历了什么？我今年科改出多了。我先帮你把你的这个捡回来啊。去哪里？你也有猫头鹰啊？会飞啊，真的会飞啊！我们先把它别一下。那我们就自己接了是吧？自己接，自己跳一下就好了。3、2，你跳什么？接出来，有没有姐姐啊？好老套的反常啊！想运动的是吧？刚刚犹豫要配合，你是不是有在拍戏说台湾是吧？怎么接这种场景？那我要配那个啾的音效。那我赶快到现场去。好了，不要闹了，成熟一点。不要闹。先聊消费纠纷。对。5大消费纠纷重灾区。有5大。钱花在这些地方容易出事。哎呦，第1条，健身跟美容课程。来，谁有这个问题？来2位。有2位，有2位。哦，一个健身，一个美容吗？我觉得，你觉得我是健身还是美容？美容。哪个太了解我了？你还真是美容啊！但是这个是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是我太太可以这样，而且不是那个大家想象中去做脸部什么身材美容，不是，是因为我们长期喝咖啡，牙齿会慢慢变黄，有没有？那个也要买课程。所以牙齿变白，让牙齿美白也是一种美容课程。那不是做一次，然后隔一阵再做一次？没错，但是你觉得卖课程的老师会觉得卖你1次就好吗？他第1次告诉你说1次2500，6次1万块，你买几次呢？
很划算。对，啊，很划算，等于是买5送1之类的概念啦。所以对啊当时就牙齿冷光美白。进去之后呢，在很流行东区，这个是一家非常大、非常多网红艺人跟名人都在那边做，他也觉得不会有什么那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确实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家非常知名、非常大的牙齿美白中心发生新闻，上了社会版。社会版，他就是被检举说有部分违法。因为你知道呢，美白虽然是机器，但是必须要操作机器人一定要有医师执照。哦，但是操作的人要有执照，要有医师执照，必须是医生啊。基本上他们是工作人员操作，但是那算是医疗器材，所以他就被查封了。这一定是同行在弄，应该是，绝对是。就整个查封了。那我老婆才用2次而已啊，还有4次没用那到。后续的理赔问题，重点来了，他当时就跟这个业者要求把4次退费。结果业者就发了一个声明稿，也给新闻台是这样写，他说，本程序进入申请破产，必须由法院结算剩余资产之后，才能够按照比例去清偿给债务人。在申请破产的过程当中，无法进行个别理赔，所以就拿不到钱啊。但我拼血聪明的老婆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她说可以找信用卡去帮忙追钱。可以这样？因为在之前我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之前出国去租车，在 Klook 上面先订了一辆汽车，2万多块钱的租车金，结果到当地去租车领的时候，填写租车借车单还要付我们的信用卡当做是押金，刷个卡跟住饭店一样，要过卡当做抵押。我当时去把车子4周拍一圈的时候，顺便把那个租车的签的单子也拍了一张照片。我回到台湾之后，那2万多块钱在 Klook 上面已经付过这笔单据的钱，到当地我本来应该是做押金，但也被收2万多。他们自己公司等于来回收2次，收2次就收4万多，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就立刻去跟信用卡说这个要止付，我已经付过了。那当时信用卡的中心也跟我讲说，这变成争议款项，如果成立争议款项的话，要花100块，然后他们帮我进行调查。所以这信用卡公司呢，就帮我去跟当地的租赁公司不断的往返确认，我就免付2万多块。哇塞！那就因为这个经验，我老婆就想到说，法院要结算，不知道民国几年了。那等到那时候，别人搞不好都已经先清算完毕之后，给那个买更多课程的人先拿钱，到我们的时候可能拿不到那笔金额。他想说，哎呀，我老公不是曾经做过争议款项吗？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一样是花了100块成立一个争议款项的一个单，然后信用卡公司帮忙去追偿，减负新闻事件的报道，减负他当时的就是买这个课程的6次的合约，好聪明。然后相关的东西都照片截图给他，全部1毛都被偿拿回来了。哦，哇塞！然后还等于他就免费做了2次的，没有，他2次付了，没有6万块钱，1万块钱扣掉那2次，剩下的款项全部都拿回来了。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你个，是我是健身，健身房，哎，该健身的不健身，该美容的不美容。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美容。对呀，我不需要美容啊。哦，对。她这么美， Oh my god！我就只是想要你再教我就打你啊！我不需要美容。我是健身，而且就是在我们家附近一间新开的健身房，我想说很近，连锁的吗？不是，重点就是不是连锁的，但因为离我家很近，然后他又只专卖健身课程，他不能让人自己去运动的，然后一堂好像都要1500，但是你差买不多16堂，它就大概2万，我就觉得那这样好像蛮便宜的哦。 16堂2万，应该是2万6500变成2万。哦，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有便宜那我就直接买16堂好了，然后我就付了刷卡分期，然后当天我就去上了课，然后大概陆续我大概上了2、3次，后来某一天我再去的时候，一到那个门口直接黑掉，它倒闭了。啊？无预警倒闭，无预警倒闭，全部黑掉，我傻眼，而且他也没有贴任何的公告哦，就是倒闭了。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很多那个会员就成立了一个自救会，就想说他怎么可以恶性倒闭，好像就是老板跑路了，卷款逃走，而且他在前一天都还在卖健身课程。然后突然就那真的是恶意的哎，这是恶意的，太过分了。但重点是因为我们就成立了自救会，然后陆续的去这样沟通，也是没有任何，他们也一样说就是要卖掉、变卖这些健身器材，然后拿到的钱再去分给大家。但当然，通常都是分给最大的地方，我们这种小户就根本拿不到钱，所以最后我就是摸摸鼻子就认赔了。哎，律师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永康刚刚讲的真的是很对，就是说你在付款的时候哈，你最好是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真的有这个机制。跟消费者也提醒一下，就是有很多消费者他会误解说，哎，我要赶快请银行止付，但是银行会回复你说他不能止付，因为当初你已经授权同意付这笔款项了，所以你应该跟银行要求的是，我要把接下来的款项列为争议款项。证据一定要保留清楚，你要去证明说你是剩下的你没有收到这个服务，或是没有收到这个产品，银行才会帮你列为争议款项。所以他现在可以做这件事。他现在其实也没有，因为这有时间限制的，就是如果说今天在事件发生的大概120天之内，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争议款项的申请。120天就是4个月，4个月，而且最长也不能超过540天。但是刚刚志祺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啦，就是他有参加那个自救会，对，因为虽然自救会不能给你什么，但是他可以给你温暖，情绪价值。你也开始讲干话嘞，或者是说他先承认了，他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就是参加自救会。那自救会可以得到什么？他也根本没被安慰到。然后或者他可以给你，真的，就是有些人会怀疑说，为什么那么笨，当初要刷这么多？不过你就看到自救会有那么多人跟你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你心里会舒服很多。而且你会发现，你不是赔最多，你不是最笨的那一个。他比我笨，你就好过了。但我真的觉得恶性倒闭真的很过分，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也是东区一家很大的服饰店魔法衣橱，然后它也是有2个分店，然后就是很多艺人都会去借衣服的，或者是买衣服。那时候也是去买，他一件衣服大概4、5千块，他就说如果你储值的话，可以直接打9折。然后我想说储值可以打9折，好像不错，因为很常用，我就储值了2万块，这个我就是直接汇款了。然后2万块之后，他有一天也是一个新闻爆出来，然后他就2间同时收掉。哎，你接下来还会在哪一家店储值？可以跟我们讲。今天跟大家通知一下，没有储值的店了，他就收掉嘞。所以以后这要储值的都不要储值哎。我们也常讲哦，如果你要储值哦，第一个你要有慎选那个店家啦，很重要。就你进去的时候，你要看那个老板，他是不是一直跟你画大饼，或者是他员工是不是眼神很死，好闪烁，或是眼神完全不想工作。要不然，如果你这种店你进去跟他储值，你就是在参加一个倒闭的实境秀，你知道吗？所以真的哪个东西的倒闭的实境秀，好想看，好累。所以真的不要倒闭，真的不要乱储值啊！不要贪小便宜啦。消费纠纷还有很多地方，不只是健身美容课程。好，来第2条，旅行社跟定位网站，这太多了啦。我们那次不是出去玩，我是那个爱玩客的外景，因为我们要去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找寻食人族部落哇！那因为这种行程，他找不到旅行社帮你办这种旅游，所以后来就是我们的企划在网络上找了一个澳洲的导游，因为那个新几内亚就在澳洲的下面。OK。然后找了一个澳洲导游，那他就是说你钱汇过来，我帮你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告诉他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要找食人族部落，我们要找一个鳄鱼村，我们要去抓鳄鱼，对。然后他说 OK， 我全部帮你安排好哪一个村落，然后哪些人这样子。因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它的首都莫斯比港是联合国说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真的，治安很差。哪里危险？巴纽它总共有4个种族，然后他们从以前就到处在打仗，打赢人家之后就吃掉人家，所以这4个种族后来被澳洲到了莫斯比港成立，就是帮他们建立一个都市嘛，文明进去之后，那4个种族都进去了，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到处打，可是后来他们就开始划分区域，我不要跟你打，因为我们要赚钱。可是当你看到外地人的时候，在他们眼里就是肥羊，所以是非常非常危险。你说的肥羊是可以弄钱的肥羊，还是吃的肥羊？抢劫。他们的专长也是这样，他们的一辈子嗜好就是吃人吗？他们还有别的事情啊？他们不是之前都吃敌人，他们不是嗜好。你看你长得那么好吃，那么可口，我是食人族，看到你也会想吃啊。这个他说他吃人不是重点哎。不是重点。就是如果看到外地人，他们就是要抢，然后连美国的大使也在路上开车回家的时候被持枪抢劫，在路上哦，而且抢劫的是巴纽的警察。哇塞！警察出来抢劫，对，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不能相信警察，你只能相信他们有一个叫做什么黑天使还是黑天鹅的一个保全公司，那个是总理开办的，
对，那一个保全公司。那你等于要那个保全，你也要拜码头啊？对，可是我们是到那边才知道这件事情，导游完全不跟我们讲，也没有帮我们请。我们从一下飞机开始就被盯上了。好在是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有透过关系，最后找到了那边应该有台商吧？我们有台商跟办事处，然后外交人员有来，等于是带我们，然后他们的黑天鹅有陪我们走一段时间。哦，从头到尾那个导游都没出现过。那个导游就一直在澳洲，我们钱给他之后，所以他远端的做了这些事。他找了当地的地陪带我们。可是地陪也没有关系，他只是会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说我要拍4集，地陪说我们自己都不敢去。那你们怎么找到澳洲这个人呢？他说网络上找的。网络上不能尽信吧？不可尽信，完全没办法。而且后来去找到那个什么鳄鱼村啊，我们是划一个小船，然后旁边感觉就会有鳄鱼这样冒出来。真有鳄鱼，真有鳄鱼，这么小一只。我们要去拍这么可爱，就这么小一只。那个地方，他们说以前有鳄鱼，被人类打到，因为他们就开始卖那个鳄鱼皮去做皮包，卖给很大的品牌，所以那些鳄鱼都早就已经不敢出现了。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那怎么都没有鳄鱼？他说，我帮您问一下，他们有一个小朋友有养一只小条的鳄鱼。你要拍的话还要再花钱，会被骗。你们这个外景真的是太两光了。可是这没有地方可以索赔，这完全不行哎，完全没办法。而且找那个澳洲人还有时候叫地陪打给他，他还没有接电话。啊，小鳄鱼，好大只哦，小鳄鱼，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鳄鱼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拿着？因为它已经绑住了，勾着，它前面用勾的。哦，这已经是被小朋友养。这是四脚蛇吧？那它是个鳄鱼，它是鳄鱼。对。看到这个会生气耶，很生气啊！但是我还是只能做效果。那是什么节目？爱玩客哦，三立的。他们那条线就是以前对，但食人族是真的有。好疯哦！啊，真的长这样？他们平常就是打扮成这样，因为要吓敌人的。好妙哦。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巫师，好惊人的祭坛。就是后面做的真的有一些头骨，是不是？对啊，上面都是人头，然后他自己戴的好像是不知道是羊还是什么的头。他们现在没吃人了吧？我们去到这边，他们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吃，但是在更深山里的部落还是在打仗，因为他们要守护自己的猎场。猎场。对，就其实跟好难忘的外景哦，原住民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就要出草嘛，对不对？对，只是他们是选择吃掉对方。好，阿喜我来，我是这个订房网站。订房。去年吧，就是想说带小朋友出国去过生日，反正带大家出去玩，就一个假日而已，一个周末。然后我就想说，我负责就是订房间，然后我妹就负责订餐厅这样子。然后我就比价，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把那个成本抓紧一点，很紧，你知道？我就想说可以多便宜就多便宜。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不同的 app 嘛，跟网站，然后我就一家一家比，然后看到最便宜的，然后是同一个饭店，我就订了。哎，刷卡付的金额跟我看到的那个价格的金额不一样。旅游包车出大包，豪华体验进拉萨。因为泰国我们很熟，所以就是那时候包车什么也是我们负责联络，跟仔跟他们说，哦，这次车子超棒，交给我就对。然后我们一到了现场之后，车子出现了，一直就是会低低拐拐。一个是夜店，一个是阿公店，那个差很多哎。看到最便宜的，然后是同一个饭店，我就订了。哎，刷卡付的金额跟我看到的那个价格的金额不一样。然后我想说，哎，为什么？因为那个信用卡不是会跳通知在那个 app 里面都会跳说你刚刚刷了多少钱。然后我想说，跟我刚刚在那个网站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一间房间大概跟其他间房比价起来的话，一间都便宜快2000块台币。这差太多了吧？很多。然后因为跟其他间比起来就是差蛮多的。然后但是他刷的是原价。以上，并没有便宜，并没有便宜，就是跟其他比起来更贵。然后我就想说，哎，不对，然后我就去刷他原本的网站看，然后他就说，哦，因为这个 app 就是我这样子下定，代表我是订了一个现金回馈的，就是我们要实际有去住这个饭店之后，回来之后1个月他会退款给我们。
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也没有关系，就等他退款。他可能是怕有一些人就不去住，所以就先把这个房子定下，等于像押金的感觉，就把它定下来。然后我们就也去住了，然后也回来了。过了1个月之后，我想说，哎，怎么信用卡就是他没有回我的那个账户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去再爬了一下文，就是在我订的那个下面。他有写一个很小的细项，说，这个现金回馈是在1个月之后会退嘛，但是我需要手动在这个网站里面去点选一个选项，跟他说我确定入住了，然后要给他看证明，然后他才会退回到账户给我。对，这好 tricky 哦。而且那个其实就是你知道手机不是常在更新嘛，所以有时候那个 app 根本就是没有重新下载回来。我在订房的时候，我就是下载然后订了。后来就是大概回来1个月之后，那个 app 就没更新，它就停在那边，所以也没有通知。然后后来我再回去找选项，我根本找不到可以回去请他退款的那个申请的按钮。就你那钱也没拿回来，也没拿回来。但其实打客服或什么的，他没有客服专线，他只能一直寄信给他。但是我就寄信，他就都没有回复过。这个尤律师怎么处理这种？其实这个还真的没有办法，因为真的没办法。它的网站其实它是海外的网站，对，它是海外的网站。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台湾的话，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我们讲这个叫误导式的行销啦。好，等于说它广告不实，或者是说它的那个用不公平的讯息，等于说用一个引诱你去消费嘛。这个在公民法或是那个消保法，其实都有禁止这样子，明文禁止这样的规定。只不过说，如果是今天他的业者是在海外的话，你当然我们可以到消保会去申诉，或是到各级县市政府去申诉。可是你就是传不到那个人来啊，对，那个人就找不到人啊。拿起这个也没办法，这也没而且这个很难。而且我有上网看很多人的评价，就是很多人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也要不要成立自救会？有没有？会得到一点安慰，会有温暖，会有情绪价值。对。等一下，太不应该了，都退钱，他们都不退钱。但这一件事情的前提是因为他有点贪呢。贪呐？不是真的有点误导，因为我经常订这种定位饭店的网站，他有时候把税金拆开来算。对，然后你知道结算的时候，他税金上去含税不含税？对，这差很多。还有的回馈金，它不是回到你的信用卡账户，有的是回到你那个 app 上面的下一次订房的基金消费。对，他退你600，他不会给你信用卡，下次你订房2600就变2000这样子。所以网站上面其实法律上都有要求啊，你要写很清楚。所以你真的要找这种地方网站，你要上去找，你还是找国内合法的平台。这样你要去追究的话，你还比较有机会。我觉得既然你损失了这笔钱，你就把你的经验呢分享给其他的网友，让他们不要再掉入这个坑了。对，就是记得转一个闹钟，然后去手动按退款，要不然就先不要在那个网站下单。对。这还有隐形的，有些像欧美国家，它的停车费没有写在那个架上面，他会告诉你有停车场，但你到现场说。一天停车费要30-40块美金哦，会这样子，这也会有，这也会有。我跟你说有停车场，没有说不收钱的。对，对不对？那 Airbnb 除了税金之外，还有清洁费，它会另外一条项目清洁费。对，我就是最标准的。你又傻了。旅行会碰到的图文不符。图文不符，没错，常能听到。我那时候我们2022年的时候，我跟陈志强，然后仔哥、李维维、绿茶，我们一起去泰国玩。他们都有讲过这一趟旅行，有很疯狂。这一段旅行呢，主要是我跟陈志强在负责的，因为泰国我们很熟，所以就是那时候包车什么也是我们负责联络，然后我们就订了一个我们觉得很棒的车子，是宾士，然后很棒哦，里面内装椅子好软，然后还有那个灯这样子炫彩的灯光。然后就像保姆车那样哦，对，这种，哇，这里面好棒吧？我那时候从改装车了，他棒什么？从曼谷到帕塔亚好像要1万多块哎，这台车要1万多块。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棒，一天1万多，然后我就司机兼导游，司机而已没有导游哦，就司机。然后我们就订了，然后我就跟仔哥他们说，哦，这次的车子超棒，交给我就对了。然后我们一到了现场之后，车子出现了。刚刚那个不是真的车吗？不是啊，你连牌子都不一样哦。牌子不一样就算了，里面的椅子就是会奇奇怪怪，然后贴那个屋顶都发霉。你们怎么还笑得出来？太荒谬了吧！我没有笑，我们无奈。没有啊，你这个落差这么大，你怎么当场你要拿车吗？当然不拿车，我气死了。我们就先拍照，拍照之后传给那个旅行社说为什么是这一台车，跟我们讲不一样啊。然后他们就说，哎，我确认一下哦。然后那确认他就说啊，是泰国的问题。
他就把他推给泰国那一方。他说泰国那边的旅行社原本是要派好的车来接我们，但好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派去接别人了，所以你要等那个不是不知道为什好的车。么哪个旅行社帮你安排的？现在把它说出来，哪个镜头来？不行啦，这个镜头，都找旅行社，小小的旅行社，把它说出来啊！小小的啦，这个讲好了，这个图文不符，这太这不能讲啊！应该是有一点好朋友的性质。哎呦，哦，他不好意思让好朋友难堪了。哪一个？告诉我谁？陈志祥的朋友啦，怎么可以这样对你们啊？让你们从那个宾士变成这个。对，我那时候觉得有点难过，但我没有，毕竟是有好朋友，又不好意思直接讲。从这个变成那个差太多，差太大了。这个应该要说出来，这个。一个是夜店，一个是阿公店，这个差很多啊。你说出来没人怪你，真的。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是一直推给泰国，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等那台车的话，我们要等1个多小时。就等于我们行程就又浪费。我就说，那我干嘛跟你约时间？他说，那看你们要怎么做，就是看就是坐这一台，不然就是你要等1个小时。那不能去下一个点接你们吗？就直接到帕塔亚啦。我还是会等呢，1个小时1个多小时。可是我要等我订的那台车，我要等。然后我叫他陪我那个时间的。我因为这个车来的，你也答应我了，我也订好了，全部中间过程都没问题，没有毛病。你这车不来，我今天就告你。好朋友，你告他。可是，一开始就把你情绪给破坏了。那后来是朋友吗？后来我们就再也没跟他订过。找熟人买车失算，发生问题没人管。那个时候买好像是妈妈朋友的老板的女儿，然后说是女生开的车，对，然后就说里程数很低嘛，然后很顾车，回家停车，我想要开那个车窗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停好，然后就听到玻璃裂开，哎呦！但是因为是妈妈的朋友的老板的女儿，哇，这名字投诉了。破坏了。那后来是朋友吗？后来我们就再也没跟他订过。这还是朋友，太不靠谱了，这个但不是本来就不是很熟。这图文不符，好气哦！哦，来第3条，中古车商。我觉得如果真的找中古车商还好，我的这个例子是朋友。朋友，对，是我朋友拜因为刚学会开车，然后我妈就想说我学校比较远，然后买一个小车让我跟妹妹代步这样子。然后那个小车我们就是一起去上学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买好像是妈妈朋友的老板的女儿，然后说是女生开的车。对，他就说哎，我老板有。所以他不是中古车商嘛，他是二手车。对，他是二手车。然后我们就想说没关系，而且那好像才1000 cc 也很小的一个车。然后我们买来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可可爱爱的，然后开着也刚开始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车主就女生嘛。对，然后就说里程数很低嘛，然后很顾车。可是我们开着觉得他不可能很顾车，哎，太奇怪了，他开不到1个月就开始一直出现问题。然后有一次掉卡在那个桥，我要一下桥，然后他就感觉即将要掉卡，我要转那个动力方向盘转不了，然后我就觉得好恐怖，然后我就慢慢就是往桥下，然后还好那时候很早，然后就慢慢靠边，然后靠边停之后，它就再也发不动了。然后后来牵去车行之后，车行说，哎，你们这个整个什么 EPS 动力系统都有问题，然后电瓶也没电。但是如果说是你刚牵回来的车子，不太可能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花了就是大概把这个车买回来的1半以上的价格再修了这个车。哎呦！但是因为是妈妈的朋友的老板的女儿，哇，这名字投诉了。对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就是说这个太远了。然后那个车一定是之前晒过非常久的太阳什么之类的，它的玻璃啊什么夸张到就是回家停车，我想要开那个车窗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停好，然后就听到玻璃裂开，玻璃裂开。然后那天正好面临台风天要来，我只能先拿垃圾袋把它粘起来。哇，这车也太
烂了吧？真的傻眼，但你真是也求助无门。然后这后续的那个修理啊什么，就是只能自己照顾。车子不要开玩笑啊，这是安全问题。还要透过一个平台比较好哦。台湾的连锁二手车行，我觉得基本上都还相对是有保障。但是我觉得买中国车最怕2件事，一个就是自作聪明，一个就是非常纠结的想贪便宜。这2个会让你买到很奇怪的车子。我有朋友花70万，然后他是在脸书的二手车社团买了一个 BMW 318。然后那辆车在当时的行情，它那个价钱是自售的，比一般车行去买的二手车同年份大概便宜8万块。我那个朋友就很自认他懂车，他也知道中古车商买卖一辆汽车大概利润就7、8万。他说，这个就刚好省去了车商的二手车行的那个利润，他就直接去找那个自售的车主买。买的时候呢，也找朋友去看。朋友很会看有没有泡水车啊、事故车啊，把那个玻璃旁边的橡皮都翻开看里面有没有积泥沙，有没有泡过水，去看过没问题买，开了半年多没事儿，这个车去做那验车，OK 过，然后被警察拦下来酒驾临检没事儿都过，结果半年多有一次他是发生了事故，停车撞到旁边的护栏，自撞护栏，然后要去修半把钣金修理，要去保险出险理赔，结果被保险公司的专员发现，怎么了？这辆车是 AB 车。什么叫 AB 车 ？AB 车就这车来路不远，可能是赃车。假设你这是马自达蓝色，形状跟实体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隐形号码编号不一样，它可能是赃车。你说它可能是借尸还魂或什么？对，它叫 AB 车。所以当时保险员发现，陈先生，你这个颜色形状可能有点问题，因为我看那个隐形号码好像对不上，有一点号码不对不上。结果后来一查，这个车就是 AB 车，而且它原来这辆实体车是没有登记的，立刻被没收销毁，这就没了，没了。我说你不是验车也过，然后酒驾临检，警察也看你形状没事吗？都过。因为警察酒驾临检晚上他也没有去对隐形号码，没有在看隐形号码的啦。对，验车他也就这样，也就过，他给他盖合格章，就这样。那他当初是刷卡吗？这个就是他当初是刷卡，70万没办法刷卡。这个如果刷卡会不会有帮助啊？其实是因为人找不到的问题啊，要不然其实就算说我们买很多中古车嘛，他说，我保固你有检查，其实基本上这些瑕疵责任卖方卖家其实他都还是要负责的。像阿喜不是说什么我今天检查过了，那卖方就不用负责吗？不是哦，因为我本来我就不是专家啊，或者有些隐藏性的瑕疵，我是没办法马上看出来的。所以即使你交车过后，那你才发现，那你还是可以去请求瑕疵担保。可是要先找到那个人才行。对，那重点就是那个人，所以你要找一个。所以我们常讲，你的交易对象要一个真实存在，你找得到的。你以后将来最好也不要找朋友啊，对，朋友你也拍谁，你就要找一个真的有时候不认识的啊，成也朋友，败也朋友，真的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可以因为这样子，我回去找验车单位来帮我出头，帮我主张，那我就不用我车就可以保留吗？应该说验车单位他没办法帮你负责你这个买卖。但是因为他验车本身有疏失，你可以借用这样去跟他谈判。索赔吗？也不是索赔，就是说你可以用一种谈判的方式，就是因为你验车的失误导致我这样的损失，你要不要赔我？不然我就要检举。他可不是买卖的时候去立刻验车，他是买卖之后可能好几个月时间到了去验车。可是交车之前要验车。对啊，你过户要验，过户要验，过户也要验，对，过户也要验，过户的时候就要验，对，过户也要验。所以可以去跟验车厂。你们现在讲啊，你们都很知道权益。哟，那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所以我没发生啊。原来每个都事后诸葛。对哦，我会讲。那我们下一条吧。下一条。第4条，室内。哎呦，真的有，这我需要学。他现在正在装潢新房子。对。然后呢，之前那个马里欧也是，家里面整个水管破掉，然后就淹水了。他整个快疯掉了。装潢朋友打包票，后面问题一卡车。朋友介绍的，很熟的，然后来做4个月把你做好，就后来做了真的8个月。重点是我那个朋友他是租房子，完了，房东讲了，结果就被退租了，没地方住哎，所以很麻烦啊，很难，真的不要找朋友。我这是几年前就是在爷爷奶奶的房子，
就爷奶过世之后呢，那我哥生了孩子，所以他们就要搬进去住。但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不想要花太多钱嘛，那就是我爸爸、我叔叔去处理。他们就找了一个以前的都在帮奶奶家装修的一个老师傅。对，水电啊，什么木工、油漆他都会。统包这样子。对，就稍微做一下整理，因为其实房子维持好像看起来还蛮好的，可是我们到后来去的时候，发现那个老师傅啊，因为老师傅就说，哎，这些挖透懂哎，你多少钱这样子，很便宜啦，弄一弄就好了。然后结果去才发现，他自作主张的把那个衣柜，因为衣柜以前是那种双开的，对，他就说哦，我帮你换成这种拉门的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像比较省空间，因为它不会，对，你前面还可以放东西嘛。后来我妈妈去跟我哥睡。去一起住，然后他就睡那一间，然后要把东西开始放进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衣柜啊，它下面是有那种长的抽屉，对，有2层大的长的抽屉是放棉被啊，或是冬天的衣服什么的。它现在改成是这种拉门的时候，打不开了，对，就卡在，就卡在那，哇，就这样，真的哇，好尴尬，哇，什么意思？就是永远打不开，拉不出来。你知道，太不专业了。爷爷奶奶可能还有一些宝物在里面，我们都还不知道。把拉门拆掉喽。我妈妈就变成最后把那个门给拆了，然后厕所的管线也没换，她就是换了新的马桶，然后拿新的那个管子去接在旧的管线。可是其实那个房子的屋龄差不多已经40几年了，哦，那个要重弄啊，很旧了，它那个管线很旧了，对，很旧了。到后来是那个卫生纸都冲不下去，对，那我们就跟他讲，后来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怎么行？那换了一个马桶，然后就最后水都冲不下去。他说你给我的钱就是这样子，我怎么会给你换马桶？你换马桶我要全部把那个下面地砖拆起来，干嘛都没有弄，他全部都没有弄。对，所以后来变成是为了那个马桶管线，我们又重新找人，另外找人，大概多花了10几万，全部拆起来之后，然后再重做一个厕所，对，做防水，对，就是重新弄做防水，要再挖过对不对？那个，对，然后再换管，重新换了一个管，回到最初是为了省钱，对，结果花更多钱，都是这样子，对，省之前用下大注的，的确，前面越要省，后面花越多，这是我的经验。然后找越熟的朋友，后面纠纷越多。你只要是隔壁邻居或者是亲戚朋友怎么介绍，你要省钱，这个木工我认识，那个水泥工我亲戚，就在一起，哦，这个到时候没完没了。好，我会记得的。因为复仇者联盟嘛，你自己当一个工头，我自己来找最便宜的木工，最便宜的水泥工，结果后来没有人要收尾。到木工做到这边说，哎，这个头锯来帮我磨一磨就好了。头锯就说没有，这木工要修边要加一个木条，没有人要收了。他们会推，水平没有量好，这木工没有抓水线，结果这个那个水泥来讲说，这个根本就是迷宫的问题，会完全推来推去。你自己做工头，你要省钱，这个东西花非常多钱。然后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自己的亲友，他当时就找了一个朋友介绍，很熟的，然后来做4个月把你做好，就后来做了整整8个月。重点是我那个朋友他是租房子，退租前3个月要花大钱装潢，他自己是租房子，然后买好房子要准备做装潢，然后他租约要退租的前3个月必须先告知房东他要退租，合约要到期要退租，提前3个月要告知，所以他就真的认为说4个月应该会做好，顶多再延2个月，半年一定会做完，他就跟房东讲了，结果就被退租了，结果到最后8个月的时候还有1个半月。房子都还没有好啊，没地方住。该是睡台北车站的时候，没有，他就全家还有老婆跟孩子全部搬进工地。他说把一个房间整理干净，你在外面施工，这个房间结果弄好。可是那样对呼吸不好，所以很麻烦啊，在乱七八糟，还有那个甲醛味都还有。可他觉得说那3个月要再去找一个地方搬家具，他会疯掉。可这能跟他索赔吗？这能跟他反映吗？这就是问题来了，因为朋友。所以认识很难，真的不要找很难讲清楚，真的是你前面你延误了工期，哎，对，律师他说4个月完工，签那个装潢合约吧？他说4个月完工，我顶多给他1个月收币嘛，对，你拖到8个月，我可以理赔吧？可以理赔，其实你额外的支出怎么赔？你额外支出的这个租金的费用，其实你是可以去理赔的。
只不过说因为可能永康哥觉得麻烦，他没有去做。如果今天他真的去做了，额外去租一个，理赔要怎么谈的理赔？我讲这个，我们是自己的经验。对，像因为我之前主持一个设计装潢的节目，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合约非常仔细要求。我们当初自己在做装潢的时候，跟装潢公司不认识，全部公事公办。对，我们光合约书快80多页。对，里面列得非常仔细，工期是多少天，扣掉法定放假或台风天，后来又追加假期，所有的那些假期扣掉之后，工期是假设180天，只要超过1天，要赔我总工程款项的1/1000，我们合约都写好了。对，而且还有分几期，就3期还4期的那个付款嘛。所以刚刚陈讲的重点就是说，有时候你损害是很难去证明的嘛。对，所以通常都会建议，像这种工程的合约，你一定要定一个违约金的条款。你就不用去明确说，我还在算，我要去收集那个单据，我到底要证明我损失到哪边，你就直接定一个金额，就是说啊，到底如果你今天实物的工期，或者是你哪里没有做好，我直接就是罚你多少钱，或者是你直接就赔偿我多少钱，这样其实是最明确的。对，那但里面条款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你的那个付款的期限、工期最好分很多阶段，越细越好。对，因为只要他一拿到钱，都是3、4期以上了，对，一定要。可是有些人就只有2期，不可能，签约的1期不可能，不行，一定要分至少3、4期以上，对，至少4期，对，至少4期以上，而且你的验收款的比例最好高一点，对，至少20%以上。很多验收款都放10%或更少，对，甚至有些放3%，我看放3%的、1%的，我想那他直接就那我不要了。他也不帮你收尾，反正你罚我这些钱，那我不要了。对，我就不收了。对，就不收了。所以你后面款项留的越多，对，好，比较有机会他会帮你收尾。你有什么 complain 的哪里做不好了，他会帮你收。哎，这个说到这个就要重要。我们家自己装潢啊，提前完工。很难看到的，他们自己很怕被罚钱，因为你合约总金额高嘛，你假设你的总费用是500万、800万那种费用，1/1000每天都8、9千块钱要赔我们，所以他就不愿意延后完工，就提早能够尽快做，他自己在赶，他赶得比我还凶。网络购物被糊弄，阿西反击变英雄。然后买那个漂亮的容蜡灯，买回来之后，电压不对，插口也不对，插头也不对，我就一直写信给他，一写信给他，一写信给他，然后他终于回信给我了之后，后来我再回去找，也是算报仇的，你也算是1号人物啊。你说我把他弄到他爆料，对不对？每天都8、9千块钱要赔我们，所以他就不愿意延后完工，就提早能够尽快做，他自己在赶，他赶得比我还凶，而且很多啦，你前面花的越细啊，你后面省越多。这个我举例，我们当时光画那个室内的3D 设计图，每个房间都画，光画图就30万，哇！但是你要求他全部比照一模一样图色，还有所有列出来的有难度，他用什么样的铝窗？什么牌子、规格、尺寸都要写出来，因为那个价钱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查得到的。如果你要换，今天不是用 A 牌用 B 牌的话，那 B 牌要同价，它都有铝框几公分、什么颜色，然后多厚的几厘米的玻璃都列出来，所以才会到70、80页那么厚。那你要完全依照你的3D 图一模一样，有任何变更一定要我签名，这么细。对，所以他后来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是跟当初画的图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别。笔记。但你前面钱就要花下去了，所以工程签合约真的很重要。啊，像因为你讲他，如果他这种是没有签合约的，好啊，你要怎么样去自救？其实有一个很好 CP 值很高的报复的方法，因为像那种私人做的啊，他没有签约，通常他都不会去报税。所以检举他。所以你检举他报税，其实因为他除了补税以外，他还要再罚2倍他的逃漏税，所以很多师傅你在最后跟他在有争议的部分，把这一招大绝招拿出来，他都会妥协。哦，对，他是一个黑工就对了。对，而且他不会只有你这一件没有报，国税局根本也不知道他有。那你这样会不会被那些师傅盯上啊？你这样子说应该会。你合法做啊，我们合法做嘛，报税。可是我一定要拿收据嘛，对不对？可是他要盖章的收据嘛，最多就收据。对，可是他会问你哦，你今天收据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是要报税的话，他就会看你，他就会找其他合法的公司。收据问，怎么这时候问我收据呢？我当然是为了你要告你啊。讲那么白。不是，有些人是说，有些人拿收据是只是为了怕说，我今天付款给你了，好，你不要到时候跟我反悔说你没有收到，他只要证明说我已经付款了，
他没有真的没有要去拿去就像结婚的那个谢卡一样。哦，对。最后一个会容易有纠纷的地方。最后一个消费纠纷来自于来了，网络购物超长的。我这一次呢，是因为我前一阵子一直在做蜡烛，然后我就想要买那个漂亮的熔蜡灯，然后我在台湾看，就想说就是给白看到一个国外网站的很厉害的，然后我就去找了那个一个集运网，就是把它买回来这样子。买回来之后，我订的其实是对的哦，但是他寄来的电压不对，插口也不对，插头也不对，完全不能用。我你有看他网络卖家的评价吗？没有。他那个就是看起来，有成交过很多件数，有到很多件哦，有3、4千的那种哦，所以我想说，看起来蛮稳的。你花了多少钱？花了大概2、3千块台币，但是。我后来我就一直写信给他，一写信给他，一写信给他，他终于回复我了。你到底在写什么？我立写信给他，说你就是寄错那个插头给我了，我订的不是这一个。然后他终于回信给我了之后，后来我再回去找，他整个卖场关掉。那我就找不到地方。怎么都会遇到这种事？他为了你关掉你每次都遇到这种连申诉我都不知道按哪个键的，销声匿迹。你也是算报仇了，你也算是一号人物啊！你说弄到他关掉，对不对？那我不卖可以的吧？像那种电器或是电信类的，你从国外进口进来，你都要经过商品的检验。我们有个政府机关叫标准检验局。对，其实很多网络上他们都很违法在贩卖，因为他们都没有经过那个去检验这个商品。没有，那这个其实是要开罚的。哦，甚至电信类的，我没有窗口可以去罚。你可以去检举，他们会去查。他们金流看得到了，对，看得到他的金流跑去哪里啦，就可以查到这个人在哪。所以我去找标准检验局。对，你去检举，如果是电信类的，什么货号还是什么？这个商品这个货号，还有你这个商品的就是它的规格，因为当初买下它那个网站上面，当然你要有截图啦，对，就当初你从哪儿买的？你从哪买的？你这个商品是规格是怎么样？是电信类、电器类的，尤其电信呢，电信类的是有刑事责任的。所以你去查，其实更容易查，因为它会危及生命安全的。对，所以这个更容易查。NCC 主管机关他们都会去查，所以这个反正你是可以有机会去救济，甚至再报复一下，因为它就是那么恶劣嘛，那么恶劣，你当然要有一些反制的手段。无论是聊天对话啦、付款证明啦、订单的截图啦，对不对？你跟他所有的这个过程、来往的过程，这些都是维权的重要依据，各位一定要记得。遇到纠纷的时候，先跟商家沟通。如果不能解决，那我就要找消保官，或者相关的平台，还有政府单位来。不然找尤律师喽。我找尤律师。他很会报复。我是说他是充满抱负的青年，他是有抱负的，他也是有抱负的年轻人。青年啊，他的最大的功能就是给你温暖。没错。永旺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谢谢尤律师。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